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冯硕，感谢大家收看央视新闻的电影访谈。我们非常开心，在蛇年的春节档，终于中国的武侠电影又回归到我们大众的视野了。《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在大年初一将会带我们一步江湖。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主创，跟大家一起聊聊电影的江湖。两位分别是徐克导演，另外一位呢是郭靖的扮演者肖战。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打招呼？两位好，好，也给屏幕前的朋友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声招呼吧。这是恭喜恭喜是吧？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恭喜！好，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初，很多的像我这样的80后都很激动，因为《射雕》是伴随着我们80后成长的，是我们成长中的记忆。但是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大家都在集中在《射雕英雄传》。不过其实应该是后边的4个字哈，侠之大者。所以先跟导演讨论一下，为什么在这个电影的片名上后边要加入侠之大者这4个字？金庸先生在写这个小说的故事里面，到最后写到大韩跟国靖那个对话，其实我觉得他是收笔，这个地方的收笔，他需要有这么一段戏。当年是宋人出卖你爹，让你母子俩无家可归。是我在草原收养你长大成人，你竟然反抗我！武功高强的人未必就有一颗怜悯之心，而武功低的人未必就不能行侠仗义。整部电影，国靖这个人物跟这整个《射雕英雄传》的世界里面最需要讲出来，就是侠之大者。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可能这个才是英雄。但是对您来讲，它毕竟电影的时长有限。我们《射雕》是写了40回，可以一步一步展现郭靖怎么变成这种大侠的。但是您只有很短的时间。这个有这个好处，我觉得有时候，特别是一些故事本身，我们是有概念的。很多人虽然没看小说，很多人也许对故事不会那么清楚，可是也有听过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故事的结构等等。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个最重要的侠之大者的部分给用一部电影讲出来的话，我觉得也挺爽的。金庸先生、梁羽生先生，包括古龙先生的作品，您都有改编过。对，所以在今年这个春节档，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徐克导演会不会又来一次颠覆性的改编？其实我觉得没有颠覆金庸先生他的想法，只是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里面有2个很大的关键的元素，一个是他很浪漫。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常常会经过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人们在翻拍它一下，你也许在看别的武侠小说和别的一些故事，未必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浓郁的那种浪漫感的。另一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金庸先生在讲侠这个字。对，他能够把一个英雄人物，每一个小说里面他的英雄人物都有一个很庞大宏观的一个侠气，这个侠也就是跟这个浪漫一体的变成金庸小说。很多的武侠迷感觉终于是您带着武侠的作品回归了，所以您想对这些武侠迷最想表达的是什么？我从小到大看武侠，就经过很多不同的潮流，从很久很久的武侠电影到后来条件技术上都会改变，然后又看到很多外国人在模仿我们的武侠，在我们自己又在改变我们的方式跟他们不一样等等。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一直在制造武侠的潮流。什么武侠潮流的时候，我们一定带来一个新的体验，一个新的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文化武侠世界。我经历过很多不同阶段的武侠的演变，其实每一次的武侠都加强了你过去对武侠的那种感受跟体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看的这一版的《射雕英雄传》的话，肯定是把我们过去的一些感觉加强到一个程度，是重新去体验，我们这个新的武侠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武侠小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生活里有关系的地方，它有一个很强的这个根，这个根可以生命力很强，而且他们的能力
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改变命运的，这就是武侠里面的英雄人物应该做的事情。文学作品本来就是来源于现实的这种感受。对。我看肖战一直在听着，对，导演在说好多好多这小说，大家对郭靖太有代入感了，是不用任何的讲解，大家都能够天然认为郭靖什么性格啊，忠厚老实，侠义为怀，但是另外一面呢，可能还有点性格木讷啊，包括不善言辞。所以你当知道自己要演郭靖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压力吗？当然会有压力。就像我之前一直在说，我觉得郭靖他国民度太广了。对，我认为每个观众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郭靖的那样的一个形象。所以我在饰演的时候，当然是会有压力的。那怎么去缓解这个压力？包括你做很多的准备。对于我来说，可能想从内到外都去做一些准备，然后贴近这个角色吧。从外的话，可能是去健身。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厚重一点，然后也学习了很多技能技巧，比如说武术训练、体能训练，还有骑马训练，还学习了蒙语，对，就更多的从外形上面去贴近这个角色。那从内的话，可能是更多的要去体会郭靖在那个复杂的环境里面如何成长，然后如何在面对民族大义的时候做出抉择。对，所以你饰演的郭靖应该是后几回，对，不是从第一回开始一步的成长。但是其实前面也有一些片段，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预告片当中也会看到郭靖的很多的这种表达。对。所以对于郭靖来讲哈，你感觉什么是侠之大者？哇，侠之大者这个主题，其实我们跟导演也讨论过很多次。我认为侠之大者是需要心怀一颗为国为民的心。我认为一个人的英雄主义其实不能算是侠。对，我觉得他是需要有奋不顾身的为国奉献，然后以及为民解困，然后还要心系天下苍生。我觉得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侠之大者。郭靖，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真正的英雄，不是南征北伐，而是永怀怜悯之心。武功高强的人，未必就有一颗怜悯之心；而武功低的人，未必就不能行侠仗义。各位长老，你们怎么来了？我们这部电影看到了郭靖自己心中的这种侠的标准。那从你对这个角色理解，郭靖是在哪个阶段，他突然间感觉到侠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从郭靖他遇到的每一位师傅跟老师，都对他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比如说最开始他的母亲李萍，然后一直教养他，也一直言传身教的熏陶跟教导。那再到后面的江南七怪的启蒙，我觉得江南七怪对于郭靖性格养成上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然后让他磨砺出了男子气概，让他意识到了侠义精神跟忠肝义胆。对，然后再到后面七公就更不用说了，教授了他独门秘籍降龙18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侠义不是某一天就可以做到的，侠之大者也不是一日可以做到，而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积累的过程。大勇只干戈，义气冲霄汉。没错。我看那个预告片当中还有一句台词说特别好，武功高强的人未必能有怜悯之心，武功低的人也未必就不能行侠仗义。他有的时候这个侠应该是危难时候能挺身而出。没错。在这部戏中应该有很多的跟这些我们说老演员的对手戏。比如说欧阳锋，有梁家辉老师。对。你们之间有好多的对手戏，跟这些老演员们的对戏，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跟梁老师有很多对手戏，然后还有我的母亲蔡老师，对，蔡少芬老师，跟他们拍戏，我觉得反而我很放松。对，我觉得他们是用自己的经验，然后以及自己的专业程度，在现场会让你放弃紧张这个事情，然后把现场的氛围带动起来，让你很自然地融入在这个剧情里面。
那跟导演拍戏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就没有那么放松了？这个就有一点紧张了。其实，梁家辉常常跑现场，他没有通告，他也跑现场啊。他参与一些戏里面人物的一些感觉啊，他有很多看法，挺不错的。导演话说完了，谁赞成谁反对？所以我很享受他在组里面出现的时候，他对故事啊，对一些设计，他有一定的一些意见看法啊，挺好的。对。《射雕英雄传》当中，郭靖降龙18掌啊，因为原著当中其实我完全是在想象才能想象出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招式，你们之间有这个讨论吗？包括导演对肖战说，你应该怎么打出这个降龙18掌？这个事情？我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对，其实那我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从开拍之前2个多月，然后就开始训练。那个时候是训练一些基本功，掌法，然后棍法。然后那个时候武术指导跟我说的是，之后都有可能会融入到降龙18掌里面去。对，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在不断变化，当然导演也是在不断的寻找到底该如何使出这个降龙18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到了拍摄的期间呢，其实还是在不停的训练。然后导演有时候经常会跑到现场，然后给我就是指导一些动作，然后包括一些发力点啊，要如何去发出那个力啊，掌风要怎么样啊，都会在现场直接指导我。我感觉导演像洪七公一样，在传授你降龙18掌。对。其实我记得在筹备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要搞通九阴真经跟降龙18掌这2个武功是什么回事？武穆遗书我们也是研究了很久，这些东西我都很想给出一个答案出来，所以我就想办法给观众看到。所以这些东西在小说里面或者在过去的一些版本里面没有的东西，就可以告诉观众说，我们有，我告诉你是什么回事。举个例子啊，那丐帮应该长什么样呢？大家只是说老叫花，究竟什么样？你想知道为什么洪七公长这样吗？为什么呢？他衣服不是他的吧？哦，对，衣服都是捡回来啊，人家的衣服啊，所以我们做丐帮的衣服做了很多，你造型你在吧？你看到我们做丐帮你在吗？我在。其实他们有女人衣服，有一些是有钱人的衣服，都是人扔掉不要的衣服都在穿身上。还有这么细节的？其实他们虽然没有讲他们的过去故事，我们都想过。然后他降龙18掌怎么来的？降龙18掌，它的威力跟攻击力在哪里？那你对的都是很厉害的高手吧？西多欧阳锋，他的绝招又是什么样？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武侠世界里面设计就很好玩。我是看着徐克导演的电影长大的，很小的时候一直是认为天下最厉害的武功就是降龙18掌和九阴真经啊。如果再加一个叫乾坤大挪移，然后最厉害的武器是黄飞鸿的那把雨伞。你小的时候会有这种武侠梦吗？会。小的时候经常会幻想自己会轻功，然后飞来飞去的那种，觉得特别酷。飞檐走壁的那种。对。提到这个轻功，就想起了导演经常跟我说的真实感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吊威亚的时候，导演会追求那种地心引力的那种重力，所以它不会像我之前拍过的一些仙侠的那种感觉，它比较飘逸，它是有那种厚重感的。对。当我们看到《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要回归的时候，其实就马上会想到徐克导演的这么多电影中每一个角色，您的这种武侠观，包括您的对于这种每一个大侠的这种角色，您怎么看？我觉得设计这种经典啊，而且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人物，是不断的在更新的。你不能够说我10年前想的国境是这样子，绝对不是。你必须要10年后你看国境你明白了。现在那个信息量跟所有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国境在这个世界里面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我就常常说郭靖就是个海归派吧。哦，他是从草原回来的，对，到中原去，然后他对中原的了解，跟他中原的感情，他中原的所有东西都是有关的，整个东西都纳入在我们现在生活里面一个世界里面去理解。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真的感觉郭靖就是应该这样子的，当然没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们很多人的想象可能是83版的那个射雕的那个样子的。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说，不同的时代需要有不同的这种样子，这种塑造。所以对于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哈，我80后是看着那一版长大的，现在很多的是应该是00后啊、10后啊，在看着你这版的郭靖在长大的。而且我们一直在说是侠之大者啊，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讲，这种武侠电影，你感觉最大的对于他们的触动应该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像您刚刚说的83版也好，还是说现在我们拍摄的这个版本也好，我觉得唯一不变的就是武侠的精神内核。所以我认为武侠精神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需要的。而且就像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很喜欢是在于我看完武侠小说之后，我会有自己的理解。我会通过我自己的理解，然后去把它表达出来。每个人有不同的表达。当这些表达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就非常的奇妙了。对。而且我认为当下的一种武侠精神，不再是说通过武功的高低来评判，可能就是说你对于别人伸出援手，你的举手之劳，帮助他人，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侠义精神的体现。在这个新的时代，大家对于武侠电影肯定有新的这种标准了。你看您这么多年一直在探索，包括武侠片，包括我们后来看到的《智取威虎山》。对吧？长津湖等等，又带着武侠回归了。所以在这个新的时代的，对于电影人来讲，去表达武侠，您现在的感触是什么？我觉得一直来电影跟观众的关系都是，希望观众从电影里面找到他自己，找回我们一种自我觉得自己可以强大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根据一些观众的精神状态、大环境的一种气氛去做一个跟他有关系的东西。所以你说武侠也好，你说金庸小说也好，其实你看这个戏，你觉得应该是跟过去所有东西都不一样。在预告片当中，我们听到了那2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每一个人一提到射雕，就马上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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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讲这个，我就想起原作者王詹先生，因为王詹先生做了3版的《射雕》主题曲，最早期的主题曲，第2次的主题，3次的主题曲，每一次他都能够带出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曾经想过用不用呢？这其实我对王詹的这种过去留下给我们的这种感觉啊，那种情绪的、很感性的东西，还是觉得要放进去，因为你就看到过去跟现在的很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感受，把加起来之后，那个效果很特别。就等于是你看过去的射雕没有现在的画面，可是你把音乐放进去之后，立刻你就产生了一个比较广大的一个空间，看到原来我们走了这么长条路来到这里。仿佛就是马上这2首音乐一起就进入到武侠世界当中。我不知道肖战在拍摄的间歇会不会也会拿这2首歌来让自己提醒，有吗？在拍摄前期就会有，前期就会有是吧？我收到这一份邀约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点开了这2首歌，就感觉 DNA 动了的感觉。对，我相信也有网友很期待，如果肖战再能唱一唱就最好了。我们留给下次如果有机会可以大家来唱这首歌，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再来说说在拍戏当中的细节，因为郭靖跟小红马之间有很亲密的友谊，是对，所以也会有很多有关于
马上的一些动作，你是不是也会有这种马术方面的训练？包括跟你的那匹小红马关系也很好。对对对，就是在拍摄前2个多月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这个马术的训练。对，骑马的训练，然后我们会有一些马上的动作，比如说在马上骑马单手骑、双手骑，然后拿兵器、拿武器，然后各种。对，都会有这种训练。比如说还有跳坑啊、跳障碍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对。那匹小红马是不是跟你关系特别好？从一开始的桀骜不驯，然后到后面比较温顺了吧？他应该也认识你了哈。我觉得在拍摄的时候应该是认识的，因为有时候你走到哪儿，你在现场走到哪儿的时候，他也会跟着你走。这个马对他的帽子很感兴趣。对，拍摄的第1天的时候，是哪顶帽子？就是那个草帽啊，草帽啊，对那个草帽很感兴趣。老在嚼他的帽子。这部戏当中还有黄蓉的这个角色，但因为我们拍的是后边的几回哈，所以这个时候的黄蓉跟最初郭靖黄蓉相见又不太一样了。所以导演在黄蓉的这个处理上和郭靖之间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虑？我对黄蓉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人是东协的女儿。那东协对他影响多大？对，东协在他的世界里面是很可怕一个人，他又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一个不认可这个别人的这个所谓规矩的人。那你看他女儿是怎么样的？他女儿绝对不是一个很听话。我一直对黄蓉觉得她应该是很聪明，而且她也很有方法的。她什么高手在她手上都给他耍了一轮，比如洪七公很喜欢他啊，所以因为他是教了郭靖武功，对。可是西毒老是给他戏弄，每次戏弄都给他都中他招的，中他的陷阱，所以这个女孩子绝对是一个很聪明，等于是现在的这个如果是职场里面算是杰出女性很厉害的一个市场的都是人这样子，所以。他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就根据这个性格，我就写黄蓉这样子。对。可是这个故事里面，黄蓉是处于一个很委屈的一个状态，所以一个很强的人，在一个委屈状态也是很好写。靖哥哥，我想问你，你来中原学习武功，是为了什么呀？黄蓉是用打狗棒的，对，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就是打狗棒应该怎么来展现。其实打狗棒，我想说这个棒，难道就是一个绿玉跟这个就用这个材质是什么样子？能够抗得了后面的这么厉害的金轮法王啊？这个东西能够一个打狗棒就挡得住吗？所以。在设计一个打狗棒的时候，是想过很多可能性。那小说里面写打狗棒这样子的话，也是因为我们读者脑补他这个状况。可是当我们拍电影把那个拿出来的时候，这个东西有说服力行。你对这么刀剑啊，什么这么厉害的武功，你这个打狗棒挡得住吗？这个是需要。所以我们在设计打狗棒里面也看过，也跟设计动作的人谈过，这个打狗棒应该怎么样才是在格斗里面占优势，而这个打狗棒为什么传这么多代，到后这个棒交到一个新帮主手上，它代表了丐帮的精神跟它的威力，所以这个打狗棒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棍子，跟那个因为打狗棒不能够仿造，因为仿造的话，他们就做不出它的效果，所以因此来讲，我们设计成这样的。大家可以走进影院看一看这个打狗棒的威力。反正这个打狗棒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你有没有在现场片场自己耍一耍打狗棒？有借黄蓉的打狗棒玩一下。我们再来形容一下各自吧，因为这时候也有网友一直希望我们问的问题就是各自在彼此的心中，如果把金庸先生所有的这个武侠角色当中，去做一个比较，最像谁？让肖战先说。好，让我先说。你感觉徐克导演最像谁？我觉得导演很像洪七公。哎，对，我觉得是，我想想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像七公一样拥有武林绝学，但是同时又满怀热情，学无止境，在不停的变换，然后同时面对自己的弟子跟自己的演员的时候，又是亲情的教导，然后跟保护，但是同时呢，自己又充满孩子气的那一面，很鲜活，而且他跟郭靖其实是亦师亦友，没错，两个人的关系也特别的亲，特别好。那导演应该看肖战就是郭靖了吧？哎，你看导演皱眉了。我不只是郭靖，其实，因为跟演员相处的话，你会找演员的可能性。对，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可能性。你说他是国靖吗？当然他是国靖啊！我把整部电影讲国靖，他演国靖是国靖，是吧？他不可能是别的人这样。可是他还有其实有趣的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明白了，等到导演的下一部戏，你就是下一个角色了。太好了，特别期待导演能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武侠江湖啊。那么最后也希望两位跟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推荐一下我们的电影，也给大家拜个年吧。因为我们是在大年初一上映，就在春节时期，特别好的日子。没错，来，祝央视新闻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那大年初一，请大家上电影院多多支持我们《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一起来体验有情有义的江湖世界。好，这个央视的观众们，你们新年快乐！2025年蛇年万事如意，步步高升啊！然后就来看《射雕》。我们一定可以在电影院感受久违了的武侠风，也能够感受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这份义气。特别期待在电影院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完之后非常激动的走出影院，说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那就让我们大年初一在电影院见吧。